徐珊珊，啊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系鞋带。没有鞋带，你装什么有鞋带？下来。我跟你说，在这个大楼里边，我们是上下级关系，但是在大楼外，你是我女朋友。男朋友不可以送女朋友上班吗？我风腾谈恋爱为什么要遮遮掩掩的？ 再大的压力也要承受，你是最棒的。朝这个方向，Go。爱情很伟大，但是大老板的爱情真是逆天的庞大呀！大家早上好啊！哎，薛珊珊，听说今天早上是大老板开车送你来的？哈，你还说你没有跟大老板谈恋爱？怎么情人节刚过，你说你要加班的，大老板马上就送你来上班啦？那个大老板他就是顺便送上来。大老板的车还能顺便上呀？就是，老实交代，坦白从宽。珊珊，嘿，你和大老板在一起了？如你所见。珊珊，你也知道的，我在这办公室也没几个说得上话的朋友，所以跟你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，对吧？嗯。所以你有男朋友了，是不是应该先让我知道呀？你都知道啦？所以你们俩真的是男女朋友，是不是？哎，珊珊，薛珊珊，严总，薛珊珊也在这次加薪的名单上，你好歹给我个提示吧。加薪能有什么提示？就按公司的规章制度来办吧。话不好这么说吧，薛珊珊才是个助理，加多了是闲话，可是加少了，她是老板的女朋友，委屈了。老板的女朋友的薪水还要集团来发吗？哦，也对，这男朋友女朋友发钱，就是左口袋出右口袋进的事。大外人还说什么呢？不知道最后加薪幅度是多少。如果薪水整个大幅度上扬，那一定会被说事攀关系。大概没人会想是我工作表现好吧？可是依照风腾的个性，搞不好为了避嫌，反而缩小了调整的幅度。那对我不是太不公平了吗？这下好了，跟他谈恋爱，损失自己。哎呀！风腾啊，风腾，你就不能忍着一点吗？等调薪以后，你再表明我们的关系，不好吗？
喂。下班了吗？刚下班。今天晚上我有个局，不能陪你吃饭了。你不是给我发短信了吗？我早就知道了。收到了，为什么不回我？那个，你怎么了？过几天调薪，不知道公司怎么认定我的表现呢？那你有什么想法？我当然知道我表现好啦，但是哪有自己说自己的，对不对？你得看公司怎么决定啦。我觉得公司当然是公事公办。啊？哦，知道了，再见。薛深深，原来被男朋友说公事公办，心里面会这么难受。好好的加薪，明明应该很开心的，怎么就变成这么难受的自我纠结呢？哎，柳柳，你这去哪儿啊？哎，陈浩他爸知道我们俩打算分手了，把他的金源都给断了。更可怕的是，他还要中断陈浩在北京的那个项目。那个项目当初是我提的，我得赶紧过去把这件事给处理一下。那你去几天呀？哎，暂时还不能确定。无论如何，我都得处理好再回来。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。你也是啊，路上小心。放心吧。分手了，连项目都做不成。原来办公室恋情比想象的还要容易惹上麻烦。如果金爱令还在就好了，就算会有那些流言蜚语，但至少不会搞得大家公私不分吧。开心点，开心点，一定会加薪的。你今天能不能在老地方放我下车呀？你是觉得跟我在一起很丢人吗？当然不是啦，我就是怕我太胖了，想运动一下。可是我就喜欢你这么胖胖的。薛深深，你要习惯。大家好。薛小姐，来，坐。薛小姐，请喝茶。请喝水。谢谢。送的资料，来给你，还有你的。慢走。习惯什么呀？习惯这种奇怪的眼光和待遇吗？拜拜。封腾在22楼，他怎么会了解我所面临的压力跟处境呢？我现在送一份资料，可能都要花1个小时，太没效率了。这些同事眼前跟你热络，但说不准没应付好，背后还说你白虎，拿着鸡毛当令箭。哎呀，但我只能战战兢兢地对付，完全不希望设立辞职的事再上演一次。珊珊，那真是辛苦你了。珊珊，你多想了。他们说你呢，不是因为你是助理。我虽然在家里待着，但是办公室的八卦我多少知道一些。工作那么忙，饭后总要找点素材减压嘛。你们还不知道当初他们是怎么说我跟严青的呢？啊？严总也会像我这样被说呀？当然啦，这就是我们信封的悲哀呀。无论我还有我哥跟谁好上了，总会有人说小话。
我哥让你习惯，就是习惯这个。风月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对珊珊可不是很公平哦。我们延青哥当年可是华尔街的第一金童，被延揽到集团的。可是我们珊珊呢，就是个小助理，这诽谤的力道可不是一个级别的，你哪知道啊？珊珊啊，其实我觉得你也不用压力这么大。如果万一不行的话，就辞职呗。辞职？风腾又不是养不起你，把风腾和助理工作摆在天平上，这孰轻孰重应该不难选择吧？我虽然跟风腾谈恋爱，但是我也想有我自己的工作呀。我不想把感情跟工作放在一起去衡量。我想谈恋爱，我也想工作。可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，这个道理应该不难懂吧？其实珊珊啊，你真的不用那么辛苦的工作。不是我看不上你啊，你看你那么年轻，资历又浅，你到其他公司去，顶多也做个助理。我哥的女朋友是助理，我觉得吧，我也不是很支持。这下好了，连我的后路都被切得一干二净。你看你说的，以珊珊跟风腾的关系，这多少公司都抢着要珊珊呢，至少是个经理级的。那不是更落人话柄吗？那也得我哥答应嘛。你去跟风腾好好说说嘛。我去跟他说，我就在家里待着，我公司的事情从不过问的。要说别的你去说。我说他能听吗？你好歹是个公司的股东啊。那股东又不一定要发言的哦。你试试看嘛。我给你们发言，我怎么说呀？哎，好了，你们这下都说到哪儿去了？其实我就是跟你们吐苦水，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糟了。我不会辞职的，我会继续留下来做这份工作。所以，你们千万别跟风腾说我说了些什么呀！哈。珊珊，其实我那个午休时间到了，你们先慢慢聊啊，我回公司上班了，拜拜，拜拜。我才不辞职呢！好不容易过了试用期，现在可是劳动法保护着我的。看来真的只能如风腾所说的，要习惯。薛珊珊，你要习惯，往后不能再这么抱怨了。财务部12科财务助理薛珊珊，因期间工作表现良好，依照年资比例予以加薪8%，自1月生效。啊，好险好险！最后还是依年资比例加薪。如果因为我和风腾之间的关系给了我不合常理的加薪，那以后我要怎么在集团立足啊？哎，珊珊，你也拿到加薪函了吧？你加多少？8%。才8%啊！才8%呀，我还以为10%呢。哎，珊珊，原来你薪水等级跟助理是一样的吗？是啊，我一直都是啊。哎，别说了啊，公司规定不能私底下讨论薪水哦。我想，大老板一定是不想让珊珊太显眼，所以呢才保持基本调整，对吧？哦，我想也是。你想，他们刚开始交往，何必倒人口舌呢？等到年底来个大升迁，做个科长什么的，哎呦也就行了嘛。对呀，就
两情若在长久时，佳心又岂在朝朝暮暮。我到底该怎么做才对？都领了我该拿的金额，也能有这么多的联想。哼，早知道我不客气的加个20%，至少看到钱心里还能痛快些。最好可以痛快啦，总不能拒绝加薪吧？老天爷啊，你何苦为难我这么勤奋努力的小小工薪族呢？珊珊，这些材料你帮我复印一下，我下午开会要用。啊，好的。科长。珊珊，有什么事吗？科长，我想跟您说说关于加薪的事儿。哦，加薪的事啊。你的金额是我批的，最终上头批下来的金额也是这些，怎么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其实关于这次加薪，我特别想谢谢科长。哎，珊珊，其实说实在的，你刚来丰腾市的表现，的确不尽如人意。可是你后来的努力和进步，却是所有人都有目共睹的。我想我应该向你表示歉意，因为我作为你的主管，可能没有像其他科长那样顾虑到你跟大老板的关系。我知道，科长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才让我觉得这次加薪有被肯定的感觉。您根本就不用跟我道歉的，是我应该谢谢您。哎，这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啊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开心？哎呀，被直属上司肯定当然是好事啦。不过我们那种下层人民的疾苦，你这辈子是体会不到啦。哎，我得赶紧找房子，不能再继续住在刘总那儿了。你在你堂姐家住得不开心吗？没有啊。溜溜的跟她男朋友，唉，只能说剪不断理还乱。如果我再继续住在她那儿的话，只会有更多麻烦。你是说你堂姐跟她男朋友住一起？是啊。不过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。因为溜溜的男朋友去北京出差了，不在上海，所以我才跑去借住的。那你为什么之前没跟我说过？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，不用特别说吧。薛珊珊很好，但是我有一个疑问：你认为我会让你躺在一个其他男人躺过的床上睡觉吗？啊？大老板，你想太多了吧？姐妹之间住是很正常的事情啊，没什么的呀。从明天开始搬到我家来住。不行，我怎么可以住在你那儿呢？要不我住在柳柳家，用自己的床单还有被子。要不然我睡客厅沙发。打地铺。你堂姐和她男朋友结婚了？大老板，你一天不干涉他会怎么样啊？我错了，我保证3天之内，保证找到房子搬出去。1天，明天找不到就搬过来。那就明天。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，先把今天混过去再说。
珊珊。明天。我知道了。晚安。